给网站加一个顶部固定导航栏并不难，但如果你想让它在向下滚动时动态的改变样式，而且不一定要在刚开始吸附的那一刻就触发，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监听 scroll 事件，但这里我们要的不是持续追踪整个滚动过程，而是在越过某条边界时切换一次状态。如果只是为了拿到这个状态就去监听 scroll， 其实有点偏重了。这期我们就来看看怎么更简洁地实现这个效果。HTML 很简单，这里的 header 就是我们要关注的导航栏。main 里面是页面的其他内容，这里先不用管。为了方便演示，我把样式拆成了两部分，其中 base 是基础样式，也不需要关注。我们主要看看 styles。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导航栏已经是通过 sticky 定位实现的。接下来我们看看怎样动态的给导航栏添加样式。来到 JS 这边，先拿到 header 元素，然后创建一个空的 div， 并把它放到 header 前面作为哨兵元素。虽然这个 div 在视觉上看不到，但它在 DOM 树里是真实存在的。当它离开视口时，我们就知道该切换导航栏样式了。当它重新进入视口时，导航栏就恢复成默认状态。那么，怎么知道哨兵元素在什么时候进入或离开视口呢？这里可以通过 Intersection Observer API 创建一个观察者，并给它传入一个回调函数，然后开始观察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哨兵元素。当被观察的元素进出视口时，这个回调方法就会被触发。它会接收一个数组参数，里面包含了所有被观察目标的信息。不过我们这里只有一个哨兵元素，所以直接取第一个 entry 就够了。我们先把它打印出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可以看到，页面刚加载时 entry 里的 is intersecting 是 true， 表示这是哨兵元素还在视口范围内。我们向下滚动页面，这个值就会变成 false。再继续向下滚动，也不会有新的变化。当我们回到页面顶部，它的值又会变回 true。有了这个状态，后面的逻辑就很简单了，就是在状态变化时给 header 添加或删除 sticking 类。这里的 sticking 表达的是导航栏处于粘滞的状态，所以它正好和 is intersecting 相反。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随着 header 上方的哨兵元素反复进出视口， sticking 类也会跟着出现和消失。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利用 sticking 类来加样式了。这里先在 sticking 状态下改变导航栏的背景颜色，再加一个过渡，这样变化看起来更自然。这里换成阴影或者其他的效果也是一样的。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希望效果在多滚动一段距离后再触发，不要这么灵敏。为了实现这种延迟，你可以直接把哨兵元素往下挪，比如向下偏移100像素。这样在向下滚动时，它确实会晚一点离开视口，从而产生延迟的效果。但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语义有点分散，因为在 JS 里看不出这个偏移，而 CSS 里也看不出它为什么要偏移。更合适的做法是在新建 Observer 对象时额外传入一个 option， 并且设置上方的 root margin。这里的意思不是给页面真的加上100像素的 margin， 而是把 Intersection Observer API 判断范围的上边界向上扩展100像素。这样哨兵元素本身的位置没有改变，但它会更晚离开这个范围，样式切换也就被延后了。虽然看上去和 scroll 事件相关，但这类效果其实不需要持续拿到滚动过程中的每一个位置，它只需要在越过边界时切换一次状态。所以这里使用 Intersection Observer API 就非常合适。如果你需要实现更复杂的效果，比如根据精确滚动距离连续改变透明度，或者根据滚动方向收起和展开导航栏等需要持续指导滚动进度或方向的场景，才有必要去监听 scroll 事件。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期再见。